这是一场迟到了30年的对话。I can't tell you how sorry. I can't tell you how sorry. It's okay, bro. Let's move on in life. 两个中年男人在这一刻得到了和解。30年前，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1991年6月22日，伦敦白鹿巷球场，传奇拳王老尤班克与迈克尔·沃森的二番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所向披靡的尤班克在11回合最后18秒遭到生涯首次击倒，而此前尤班克更是被沃森牢牢的压制，点数全面落后。尤班克心里清楚，此时的他只有通过 KO 才能赢下这场赌上名誉的比赛。起身之后，尤班克孤注一掷，奋力一搏，以一记上勾拳击倒了沃森。然而就在倒地的过程中，沃森的后脑撞到了卫生边。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细节，让胜利的天平悄然倾斜。没有人知道，由于这次撞击造成了沃森的脑出血。起身后的他眼神涣散，大脑不停使唤，在休息期间仅凭意志力在控制自己的身体。然而斜对角的尤班克心智早已被求生欲完全的占据。在最终回合碰拳后，尤班克不管37-21，朝着眼神呆滞的沃森就是一顿输出。当着裁判弗兰西斯见状终止了比赛。正当白鹿巷6万名观众都在为这奇迹般的逆转欢呼时，角落里的沃森早已不省人事。由于医疗的耽误，加重了沃森的脑损伤。赛后，沃森在医院做足昏迷了40天，进行了6次脑血栓清除手术，才得以挽回一条生命。然而在醒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沃森既听不见声音，也说不了话，更走不了路。坐在轮椅上的他处于半瘫痪状态。这次意外也让26岁的沃森职业生涯提前画上休止符。虽然沃森从未把责任归咎于尤班克，但许多年过去后，自责与内疚仍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老尤班克的心中。 I didn't win. I only won 1 minute of that fight. But let me tell you, oh yeah, I was within inches of death. 时间转眼来到2016年3月，尤班克的儿子尤班克2世在争夺英国拳王的比赛中重创了对手布莱克维尔的头部，后者的左眼上方瞬间肿起了一个大包。台下的老尤班克看到这番情景，再一次唤起了恻隐之心。第8回合结束后，他上台对儿子说了这样一番话 He doesn't stop it, and you keep on beating him like this. One, he's getting hurt. Two, if it goes to a decision, why hasn't the referee stopped the fight? I don't get why. So maybe you shouldn't leave it to the referee. But you're not going to take him out to the face. You're going to take him out to the body. Okay. 小尤班克尽可能履行父亲的指令，把更多的重击留给对手的躯干。在第10回合尾声，干脆直接双手下垂，放弃进攻，等待医疗监督终止比赛。Now he wants to take a look at the eye here. 赛后，布莱克维尔被送往医院，强制进入药物诱导睡眠进行观察。虽然布莱克维尔同样在这场比赛后结束了职业生涯，但他的身体状况要比25年前的沃森好得多。如果没有老尤班克的那番话，或许那场悲剧还会重演。我常觉得职业拳手总要扮演双面人生，因为在台上他们要把一生中最凶残的一面留给对手，而在台下也往往会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对手。残忍与怜悯在短短30多分钟里得到了体现。或许两人相隔万里，或许两人从未谋面，但在经历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之后，却结下了散发人性光芒的牵绊。也许这才是格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Great fighters become blood brothers when they've faced each other over a long period of rounds in mayhem and bloody, difficult, painful fights. You're right? Yeah. Yeah, thank you.